在一座城市里，一个7岁的男孩被人割喉杀死，尸体被扔进阴暗的水沟，鲜血顺着石缝慢慢流走。可第2天清晨，人们却听见水沟里传出孩子的歌声。人们掀开尸体，喉咙被割开的孩子仍在不停歌唱。他说，圣母在他舌下放了一粒神奇的谷子，于是死人也能唱歌。请看女修院院长的故事。这时候咱们那客栈老板冲着水手朗声赞道，说得好，我的老天爷。他赞许地点了点头，接着又把目光一转，带着几分警告的意味，狠狠剜了那修士一眼，全当是敲打，让他少耍些聪明花招。随后老板的目光在咱们这群3教9流的过客身上扫来扫去，寻思着下一个该轮到谁来说书。最终他的眼神落在了女修道院院长的身上，只一瞬间，他身上那股子粗野的市井酒馆做派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只见他挺起胸膛，放柔了嗓音，遣词造句尽显温文尔雅，仿佛面对的是个娇滴滴的黄花闺女。尊敬的院长夫人，他低垂着头，轻声细语地唤道，若是您不嫌弃，也恕我冒昧，我看接下来该由您为大家讲段故事了。您若肯赏光，那真是咱们莫大的荣幸。好夫人，您意下如何？乐意之至，他答道，那嗓音轻柔的，就像是一阵和煦的微风。只见他将双手端端正正地交叠身前，便娓娓道出了这样一段故事。说书人开腔，自然要先抬眼望天，感念主恩。他颂扬道，主的神圣威名早已如雷贯耳，传遍了这浩瀚无垠的万丈红尘。他又提醒咱们，这苍天之上的仁慈，可不只是出自那群身披华裳的王公贵族之口，它更在稚童的唇齿间流转。即便是在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婴孩，他带着温柔的笑意说道，亦能映照出主那熠熠生辉的光芒。紧接着他满怀虔诚地宣告，今日这故事是为了敬献给那朵圣洁的白百合，也就是那永葆童真的圣母玛利亚。他将圣母比作那在摩西眼前燃烧却未曾化为灰烬的奇迹之丛。院长夫人谦逊地垂下眼帘，眼波微转，坦言自己的说书本领实在微不足道，就如同一个刚满周岁连话都说不利索的孩童一般，步履蹒跚。于是他低声向圣母祈祷，求圣母指引他这支拙劣的歌谣。话说在亚洲某座繁华喧闹的大城之中，有一处犹太人的聚居地，偏偏就嵌在信教的百姓眼皮子底下。这地方是当地一位富甲一方的领主特意留下的，不为别的，只为那生财有道却上不得台面的放贷营生。贯穿这片街区的大路两头畅通无阻，尘土飞扬间，阳光洒落，无论是车马还是行人，皆可来去自如。就在这熙熙攘攘的长街尽头，藏着一间毫不起眼的蒙学馆，专收信徒家的孩童。年复一年，一群群叽叽喳喳的蒙童聚在此处，如世间所有的小儿郎一般，学写字，学唱歌。在这喧闹的稚童之中，有个出身贫寒的寡妇之子，是个才刚满7岁，生得眉清目秀的小学童。日复一日，他踏着小碎步去学堂念书。他娘亲教导有方，只要在路上瞧见圣母的尊像，这孩子的一双小膝盖便会毫不犹豫地跪倒在尘土里。
就在那人来人往的道旁，他会合拢双手，诵念一段万福玛利亚。看样子，只要教导里倾注了慈爱，这般天真无邪的孩童，学起来总是格外通透。一日清晨，这孩子正坐在硬木板凳上，手里捧着初学读本，耳朵却悄悄竖了起来。只听见学堂那头大些的学童正吟唱着一首旋律悠扬、直冲云霄的圣歌，名叫《救赎主之母》。小书童被这天籁般的乐音彻底迷住了，他情不自禁地挪着身子，越凑越近。他一遍又一遍地聆听着那陌生的字眼和百转千回的调子，直到将那头一段歌词死死地刻在了脑子里。当然了，一个7岁的娃娃哪能懂得那些拉丁文究竟是何深意？他按捺不住满心的好奇，寻到了一个年长的同窗，扑通一声跪在光秃秃的膝盖上，苦苦哀求这位学长用大白话给他讲讲这歌里的奥秘。那大些的孩子或许是被这小师弟的崇拜劲儿捧得有些飘飘然，他挠了挠头说：“我听说啊，这曲子是为了恭迎咱那赐福的圣母。歌里求着他老人家等咱们将来命悬一线的时候，能大发慈悲，给个依靠。不过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这学问也就到此为止了。我学的是怎么唱，至于那些文法，只懂得点皮毛。”这天真无邪的小儿郎猛地睁大了双眼，这歌当真是为了敬奉圣母所做吗？他倒吸了一口凉气。那好，哪怕是因为荒废了读本哀先生的板子，我也要在圣诞节前拼尽全力把这首曲子从头到尾学个通透，哪怕是一个时辰里被打上3回。为了咱们的圣母，我一定要学会。就这样，两人立下了一个小小的密约。打那以后，每天在那条尘土飞扬的归家路上，这位学长便一句句地教，直到这小童把每一个音节都倒背如流。他唱得胆气十足，那清脆纯净的嗓音在空中回荡，字正腔圆，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毫无保留的赤诚。1天2回，这动人的曲调便从他的嗓子眼里滑落而出，一回是在清晨去学堂的路上，一回便是向晚的归途。他那小小的脑海里已然被这神圣的母亲填得满满当当。诸位想必还记得，这孩子要去学堂，就必须得横穿那条犹太街区。他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地走着，放开嗓门大声歌唱，满心都是孩童的纯真欢喜。那份虔诚早已深深扎根在他的心海，让他根本无法将这歌声藏在胸中。可是在阴暗的角落里，却潜伏着咱们最古老的宿敌，那条名叫撒旦的毒蛇。他总爱兴风作浪，在那条街巷的住户心中，他悄悄筑起了一个嗡嗡作响的马蜂窝。他在那些人的耳畔吹着阴毒的邪风，嘶嘶作响地挑拨道：“这成何体统？难道就由着这黄口小儿在你们的地盘上耀武扬威，唱着那些公然践踏你们规矩的调子吗？”在这等黑暗的蛊惑之下，一场阴谋悄然酝酿，他们决意要将这无辜的孩童彻底从世间抹去。他们雇了个冷血的杀手，是个潜伏在暗巷潮湿阴影里的狠角色。当那浑然不觉依旧唱着赞歌的孩子欢快地路过时，
这遭天谴的恶徒猛扑了上去。他死死捂住男孩，利刃划开了那稚嫩的喉咙，随后将他扔进了一个又黑又臭的深坑里。真叫人难以置信，他们竟然将这小小的身躯抛进了一个倾倒污秽的粪坑。常言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哪怕是掩埋的再深的罪恶，也终有大白于天下的一日。更何况此事关乎上天的尊严。那洒落在地的鲜血正在泥土中无声地呼啸。那天傍晚，可怜的寡妇守在炉火旁，眼巴巴地盼着她的小儿郎。可这孩子却再也没有踏入家门。待到破晓时分，苍白清冷的晨光涂抹着天际，他早已是心急如焚。他面如死灰，脑海中翻腾着一个母亲所能想象到的最可怕的梦魇。他找遍了学堂，搜遍了每一条大街小巷，最后终于打探到孩子最后露面，正是走进了那条要命的街区。一位母亲撕心裂肺的悲痛紧紧揪着她的心口，她像疯了一般冲了出去，悲伤让她失去了理智。她敲开了一扇又一扇门，寻遍了孩子可能迷失的每一个角落，一边痛哭流涕，一边不停地呼唤着圣母的慈名。最后，她只能到那条街的住户中去苦苦哀求。他满眼是泪，凄凄惨惨地问着，是否有人瞧见过他那可怜的孩子路过？然而那些人只是一个个摇着头，冷漠地说着没有。就在此时，耶稣在他的脑海中降下了一丝灵光，犹如暗夜中的明灯。他蓦地回过神来，发现自己正站在那个藏着他骨肉的深坑旁。他用尽全身的力气，绝望地哭喊出儿子的名字。紧接着，一桩奇迹降临了。那被利刃豁开喉咙、满身污秽躺在坑底的男孩，竟然开口唱起了歌。他引坑高歌，唱着他最爱的那首赞歌，声音嘹亮而甜美，直唱的整条街巷都回荡起这宛如天籁的神圣之音。路过此地的教徒们听见了这不可思议的乐声，纷纷满心骇然地涌上前来。他们将男孩从秽物中拉起，立刻派人去请地方官。那长官骑着快马疾驰而来，他先是称颂了主与圣母降下的这等奇迹，随后脸色一沉，下令用铁链将那些满身罪孽的歹徒通通锁拿。这位长官可不是个对滔天罪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主儿，他雷厉风行，将所有知晓这桩谋杀的人全都判了极其难堪的死罪。他先是让人用烈马拖着他们在街上游街示众，随后依照律法将他们高高地绞死在刑架之上。此时，那小小的孩童被人轻柔地抬起，尽管他还在凄凉地哭泣，但那美妙的歌声却始终未曾离开他的双唇。一支庄严肃穆的长长队伍满怀敬意地将他护送到了最近的修道院。他那心碎欲绝的老母亲瘫倒在担架旁，昏死了过去，旁人费了好大劲儿才将他拉开。他们将这无辜的殉道者停放在庄严的祭坛前，伴随着弥撒的吟诵声。仪式过后，院长与众修士快步走上前来，准备为他操办后事。他们用圣水大把大把地洒向他的身躯，可即便冰凉的水珠落在他苍白的小脸上，这孩子的嘴唇依旧在一开一合。他
他还在唱着那首不朽的赞歌。这位修道院院长是个德高望重的圣洁之人，他紧紧跪在这幼童身旁，柔声哀求道：“哦，好孩子。”他轻声低语，以三位一体之名，我求你告诉我，你的喉咙分明已经断了，究竟是怎样的神力让你依然能够歌唱？孩子回答了，那嗓音依旧清脆嘹亮。我的喉咙已经被彻底切断，连着颈骨，若是顺应这世间的生死常理，我早该是一具冰冷的尸身了。但主耶稣期盼妃的荣光能被世人铭记，所以为了彰显妃慈母的荣耀，我才被特许能这般响亮地放声高歌。您瞧，我不过是个稚童，只能倾尽我的全部去敬爱那仁慈的圣母。而在我行将丧命的那一刻，他显现在我眼前。他吩咐我要在断气时唱起这首赞歌。就在我唱歌的时候，他轻轻地在我的舌尖上放了一粒微小的种子。他叮嘱我必须为他的荣耀一直唱下去，直到那粒种子被取走。我的好孩子，他向我许诺，等到种子被拿走的那一刻，我就会来接引你。莫要害怕，我绝不会抛下你不管。听到这话，那圣洁的院长伸出了颤抖的手，他小心翼翼地捏住男孩的舌头，取下了那粒微小的种子。就在种子离开舌尖的刹那，男孩安详而平静地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把灵魂交还给了上天。当院长亲眼目睹了这等神迹，咸涩的泪水如同倾盆大雨般从他饱经沧桑的脸颊上滚滚而落。他猛地扑倒在地，俯伏在那冰冷的石板之上，一动不动，仿佛被人用粗重的绳索死死捆住了一般。周围的修士们也纷纷拜倒在他身旁的石板上，他们毫无顾忌地痛哭流泪，高声颂扬着圣母的恩德。过了一会儿，他们站起身来，轻手轻脚地将这小小的殉道者从担架上抬起，将他那纯洁无瑕的身躯安放在了一座用洁白透亮的大理石雕琢而成的华美陵墓之中。此时，院长夫人再次交叠起双手，用一声庄严的祈求为他的故事画上了句点。他呼唤着林肯城的小修，那是另一个就在不久前同样被恶徒残忍杀害的男童。他恳请那个升天的魂灵为咱们这些心性未定、满身罪孽的凡夫俗子祈祷，但求上天看在圣母玛利亚的情分上，能将非那浩荡的恩典多多赐予咱们这群迷途之人。小小一粒微重，竟让咽气之人继续高歌。死者开口，皆向回声，大千世界，当真无奇不有。只是这故事出自院长夫人之口，他口口声声讲慈悲，却讲出这样一桩血腥奇谈。这其中是神迹还是巧叟的讽刺？且由诸位自思量。若您喜欢这样的奇闻故事，还请点赞、关注、评论。欲知坎特伯雷故事集中还有多少离奇传闻，点个关注，咱们下回分解。